好，来各位舒肤基业小教室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摩羯座皮肤科医师，专讲科学证据的宋医师啊，欢迎回到舒肤基业小教室。这个月我们要跟各位讲什么呢？我们要跟各位讲一个保养品，安全的保养品如何被制造出来。只要是夏天，大家就会谈到防晒，只要是防晒，你就避不开左行烯，对吧？那大家知道的是左行烯是维他命 C， 听起来很安全。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左行烯其实也是一种酸，所以它对于已经干燥的暗沉的皮肤，其实会带来更多的黑化的伤害。那在这一集里头，我们要告诉你左行烯我们怎么帮大家测出它的安全跟效果。那各位可以看到今天准备一大堆大抄了哈。那第一个，我们先讲一下一般保养品的那个制造的流程哈。我在20几年前当那个市立医院的皮肤科主任的时候，你知道皮肤科主任已经算资深医师了，所以我就希望去参访某国际品牌的那个实验室，然后一去我就觉得非常了不起。到今为止，我对国际品牌的品管要求还是非常的佩服啊。那你知道保养品要怎么做呢？它要先做原料检测，然后至少你要送原料给我，你要告诉我这原料是安全的，然后这个原料是纯净的，对吧？然后要有水质检测，然后要有无菌检测，要有半成品检测，然后最后做出来成品还要检测，然后成品还要放在仓库里头。你在用的时候，它也在那里，然后不断的酸化哈，然后看看放了2年、3年有没有坏掉哈。然后整个过来，还要你的舒适性啊什么这些。可是大家对于保养品真正习惯知道的，就是听到什么这个东西美白效果很好，那个东西防晒效果很好，这些都需要经过那个功效性检测哈。然后之后的产品安全，其实就是你到专柜上去买的时候啊，如果觉得擦了不舒服，就跟他讲不舒服；觉得舒服就跟他讲舒服。这样，那政府目前在2016年会完善所有保养品的叫 PIF 了哈。那这个东西它目前能够保障你，就是说，你把它想成牛肉面好，我们很喜欢用牛肉面做比喻嘛哈，就是你的牛是安全的哈，不是病死牛，你的水不是地沟水，你的油不是地沟油，然后你的蔬菜没有经过污染哦，所以这个是一般保养品的制造方式。好，讲到一旦国际大厂的那个保养品制造，我们就来讲一下肌肤监测对于保养品的更多的要求。首先，我们知道国际大厂的保养品制造它的要求跟安全性，主要是在出厂前，也就是说，你煮这碗牛肉面的时候，你的牛是不是病死牛？你的水是不是地沟水哈？然后你的蔬菜有没有经过污染？农药有没有残留？这一段我相信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在做监测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对手厂商能够提出这些资料。但是在现代大家都知道，2025年的今天很多的报告敏感肌已经超过70%的人群了，也就是说你在路上随便抓10个小女生，会有7个跟你说过敏，那男生大概也有3个4个。那过敏的意思或敏感的意思就是说，你稍微洗个脸啊，稍微擦点东西就不舒服。敏感肌高涨的原因，目前皮肤科界并不知道，但是猜测跟保养品的使用过量，就是 overloading 过载是有关的哈。然后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做肌肤监测的人就会先在乎说，你在做那个 split face 哈，所谓 split face 要分脸的测试，就是右边什么都没有用，左边用了这个保养品哈，那用了这个保养品的量又很大，在这个情况下，它是不是能够继续维持它的正常处理哈？所以一样哈，我们就会找受试者哈，通常是我们自己的哈，因为你知道要做嘛哈，然后这边就比如说右边做那个空脸，左边做测试这样，或者左边做空脸，右边做测试，然后做完以后，我们就是莫名其妙做盲测哈，不给那个评估员知道，然后最后我们做出结果。那所谓的盲测的情况，给各位看一下，就是你看就是一开始我们要先测50倍，然后测那个肉眼图，然后测五视灯，然后我们就开始，比如说这张是我右脸是空的，左脸有做某些东西，然后这样，然后拆模以后再拍一次，再拍一次哈。然后下来以后，我们就会收获了那个50倍的数据，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上面是有名字的，这时候是有人名的，好，然后我们会收获50倍的真皮图，然后我们会收获肉眼的数据哈，这时候也是有人名的哈，然后我们会收获那个肉眼的五视灯的图哈，那这也是有数据。然后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会做出一大组的那个盲测的 PowerPoint， 可是这时候上面还是有名字，然后我们就会把它打乱哈。在打乱的情况下是没有名字的，只有 A B C D E。最后我们就会做出一个由差不多10个专家与半专家合成给分的东西，然后你就发现哇，蓝色比较多，灰色比较少。
通常这种就是我们在做安全测试的左右脸的差异，然后只有在蓝色远远大于灰色的时候，我们才会认为它是安全的。那刚刚跟各位讲所谓的安全，我们的测试原则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知道人每天都会吃饭上厕所，吃饭上厕所，所以如果你有每天正常的吃饭、正常的代谢，我们就觉得是正常，对吧？你在观察脸部一个28天的周期，其实会发现它会有毛孔排出、毛孔收敛、毛孔排出、毛孔收敛。那右脸的或者左脸的空脸代表它自然的规律，然后产品那边它只能跟自然规律一样或者跟自然规律快一点或慢一点，但是它一定不能压制自然规律。就是说，你每天吃饭上厕所，吃饭上厕所，可是这边一定也要吃饭上厕所，它可能一天2次饭2次厕所，可能一天1次饭1次厕所。可能一天半次饭半次厕所，可是 anyway 它一定要有吃饭上厕所的模式那等到它通过以后，我们就会拿它跟旧品，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玩左行吸，我们就会拿市售的左行吸或者我们相信安全的左行吸，因为你知道要做在自己的脸上嘛，做到安全。然后随机的选，比如右脸选旧的，左脸选新的，或者左脸选旧的，右脸选新的，然后一样然后一样用那个剂量测试所以跟刚刚的情况其实一模一样，只是这次它是2个东西比较。它是做剂量测试那剂量测试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到，因为我们这次要做，像我这个不是左行吸的，这个是我们的抗敏感的那个做法因为左行吸当时的影像我没有留下来，但是它的那个 PPT 我们全部留下来。那你可以看到，为了要做抗敏感，我们就把自己弄烧伤就是挫伤，然后还要冷敷还蛮不舒服的然后完了以后，你看脸基本上有局部的受伤，然后慢慢的同样的这样拍，然后拍完以后呢，再去做做完以后从这里然后再做完以后然后再重新拍一遍，然后所以你同样会拿到做完的图，那一样是有名字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程序是一模一样，只是它这次是左右脸是有东西的，所以你要拿到50倍那你要拿到真皮图这样那你要拿到一张那个有名片的，然后同样拿到一张打散的，然后这时候你再把左右脸的新品跟旧品拿来对照。然后这时候必须新品，比如像这张，各位可以看，新品比旧品多很多旧品一共赢3次，然后新品赢了，你看1次、2次、3次、4次、5次、6次、7次，7次就是4次对7次，或者那个3+1对3+4这样，就是它必须赢很多，我们才会觉得新品胜过旧品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做2次做安全跟做效性的测试，基本上都是基于皮肤的波动跟皮肤的代谢。但是我要跟各位讲，你看到的是2次，它这个我们可能前后要做5、6次然后它才会通过。安全可能要做5、6次才会通过，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脸也很辛苦如果各位想要知道安全保养品更多，我刚刚已经解释它其实是一个筚路蓝缕的过程，它跟传统的一般保养品厂商做的前段是一样，也就是说，你必须确定你的牛肉是好的牛肉，你必须确定你的水是好水，你的辣椒油是好辣椒油，你的那个地瓜叶你的小青菜是好的地瓜叶小青菜然后你的所有东西都是安全。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看我们那一集那个保养品。现在我们讲完是我们第1集保养品，就是右上角这一集我们在讲那个你的皮肤的结构你的保养品的成分表是不可以只看成分表，因为它里头可能有一些那个阴阳配对但是反过来说，我们在做的第2段其实是你的使用，就是大家看一下左边这个就是这一集我们在讲糖耐中牛肉面的时候，其实今天只是真的告诉你我们怎么测出糖耐中可以吃牛肉面吗？很简单，你就叫糖耐中吃牛肉面，他喜欢吃3碗吃3碗，他喜欢吃8碗吃8碗，然后你就把他吃牛肉面之前的肝功能测一下，吃牛肉面之后的肾功能测一下，然后看一下他的肝肾功能有没有变化这样。所以最后我要跟各位讲，为什么我们采用剂量测试？各位可能不懂什么叫剂量测试，像本人小弟在下我被测试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每天做，你很少每天敷脸的，你知道吗？你每天敷，然后每天用面膜这样拔，然后拔20天，你的皮肤仍旧可以活蹦乱跳，而且纹路越来越漂亮，然后代谢的越来越好，这样才是正常的。也就是说，一个所谓的安全保养品，我们必须假设使用者在一般人大概每天用2次左旋吸，可是我们的左旋吸呢，就必须贴在脸上4到6个小时，然后每天这样贴，连续贴30天，然后在这个情况下，30天、40天的情况下，它的纹路还能够维持正常，我们才叫做它是好的。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各位讲一个安全的保养品的肌肤监测基本流程这样。那恭喜真简单事实上是肉等就整个过程
最倒霉，大概涵盖将近2年哦，就从一开始走到后面，然后通常要涵盖1年多哦。那如果各位觉得我们很辛苦，都请继续支持我们的那个肌肤监测小教室，比如说在这里点赞、订阅、分享这样，那我们就会非常感谢你，谢谢各位。